蛟龙呢，存在于上古传说当中，是一种还未被证实存在的生物。传说中蛟呢是还没有成功进化成龙的，长相和龙类似，也能够腾云驾雾、兴风作雨，只是比龙少了2只爪子，所以在古代呢也有很多对蛟的崇拜。那么这种生物呢，在口耳相传之中呢就被记载了下来。千百年来呢，对蛟的目击十分之多，真假难辨，但是描述呢却出奇的一致，十分让人费解。那蛟呢，是不是真的存在，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呢？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蛟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唐。故事呢，就从1984年的洞庭湖事件开始农夫们像平时那样劳作农活，过着悠闲的日子。那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天空突然起了变化，乌云密布，一场暴风雨呢即将来临。而村民们一看呢，连忙收拾好工具准备回家，却不料一声惊雷下起了瓢泼大雨。有人在路上就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，听着好像是呻吟，又好像是某种动物的声音。他鼓起勇气走过去一看呢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怪物趴在地上。那是一条长着2根犄角的巨蟒，正在痛苦地蠕动着，很像是一条蛟龙。看到这一幕呢，那个农夫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就跑回了自己的住处。等他鼓起勇气喊来了同伴，可是那条蛟龙已经消失不见了，只剩下了一些挣扎过的地上的痕迹。在1998年呢，长江洪水泛滥，许多流域都出现决堤的现象。那个时候，所有人都在全神贯注着抵御洪水，几乎每天呢都待在河边，生怕水患恶化影响自己的庄稼。农民呢已经疲惫不堪了。正在这个时候听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所有人以为又决堤了，连忙都冲到江边看，却发现了一条黑色的身影，头身双脚呢在水中游来游去，速度极快，身上散发着光芒。江面被它搅得水波不平，一道道波浪呢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。而众人们马上就联想到了呼风唤雨的蛟龙，这条黑影长10几米，显然不是寻常的动物。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，它就遁入了江中，不知所踪了。那么蛟龙到底存不存在呢？这一直是生物学家们十分关心的问题。作为被流传下来的动物，多次出现在古籍之中，再加上长久以来的目击记录，似乎它真的是一种我们还没了解到的物种。但是如果长10几米的动物存在的话，又怎么可能会不被人发现呢？至今人们没有得到过任何蛟的尸体，只是从目击或者是并不清晰的可能伪造的影像中了解到了这种生物。如果蛟真的不存在，那为什么每次的目击者的描述都出奇的吻合呢？通体黑色，长10几米，到来都伴随着雷电风雨，并且蛟的目击大都发生在长江流域，其他的地方鲜有耳闻。那这是不是就证明蛟依水而生的习性呢？种种矛盾，种种疑惑呢，导致了一直到今天连相关人员也不敢证实和彻底的否认蛟的存在。无独有偶呢，最近几年呢，洞庭湖水位不断的下滑就出现了一座巨大而又神秘的图案。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，还是一座古墓呢？洞庭湖是中国第2大淡水湖坐落在中国湖南省。在古代时候有800里洞庭湖的盛名，但到了现代呢，洞庭湖因为开垦湖泊，所以面积在不断的缩小。这一年呢，洞庭湖因为干旱，就出现了一大片河床。这个时候，所有人都看到这个湖泊的底部呢，就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。从空中拍摄的影像来看，就可以清晰的看见，在河床上呢，一片淡红色的长方形地带。这片区域的各个角落都有一些类似于文字和符号的巨大立方体，每一种都不一样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凹陷的花纹，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封印，或者说是一个迷宫。而在这个立方体的周围呢，还有许多细小的图案。根据专家们的计算呢，这个区域的面积大概在 1.55 平方公里，大约是2个紫禁城那么大。那么这些图案到底是什么呢？人们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被水淹没过的，也有人说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座古墓，很可能是某个古代的大家族。在洞庭湖的底部，除了那些神奇的花纹之外呢，还有一件东西是一个千古不变的谜团。去过洞庭湖岳阳楼的朋友呢，也许会注意到这样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在岳阳楼的高台的旁边呢，有一块黑色的铁块，看起来给人一种古老和沧桑的感觉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好像是一对燕尾，但你不要小瞧它它可是几吨的重量。只是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？怎么会在岳阳楼的地盘上呢？这个故事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。洞庭湖水位呢，在这一年3月份下降了，一些当地的渔民呢，正在上面打鱼，突然之间呢，就看到不远处呢有3个东西从水里钻了出来。等他走近才发现，那是3个巨大的金属物体。渔民说呢，我们捕鱼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金属，而且看起来很不错。这东西在水中待了那么久，居然没有锈迹，没有腐烂，还是说这就是洞庭湖的一件至宝呢？
所以村民们连忙去找博物馆，但博物馆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就请来了考古学家，打算一起研究一下嘛。但是村子里的长辈却开口说话了，他们说这3个铁块呢，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就出现了，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啊，当时日本占领了岳阳呢，就对这3个铁块也很感兴趣，他们想把它运回日本，所以他们就把钢索呢捆在一起啊，打算用船把它拖走，但是呢铁丝都断了，而这个铁块却纹丝不动。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呢，美国人甚至还开着小船啊，也想要将那些金属块给拉出来，但最终呢，他们都放弃了，因为啊，它太重了，无法带走。所以考古学家们当时就开了2辆啊巨大的起重机，将这些金属啊给挖了出来，慢慢的就被拉到了岸上，打捞起来清洗之后呢，就放在了岳阳楼。剩下的2块呢，则被暂时放在了原地。经过检测呢，这个金属就是唐朝时期的遗物啊，大约长2.7米，宽1.8米，用纯铁铸造的。整体呢呈 X 形状，重2.7吨。究竟它是什么呢？它的作用又是干什么用的呢？为了搞清楚这个状况呢，专家们就开始认真的研究古代文献。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啊，居然在《岳阳分土记》上找到了这样一句话：燕为铁枷。上面就说长江附近的沙石中啊，有几件铁器被人称为铁枷，每一把呢有上千公斤重。在古代呢，人们在锻造铁器的时候，会将铁锤做成一个类似于燕子尾巴的形状。在铁锤的中央开一个窟窿呢，这把铁枷呢就是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。只是不知道这种铁质的东西放在湖中会有什么作用。后世的人呢对这本书上的记载半信半疑，但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，所以这把铁枷就成了一个谜团。至于它的作用呢，书中有很多的说法，一种是为了稳定和固定装置，就像是现代游轮上的铁锚，但是书上说它太过重了，根本没有人类能够举得起来。不过《岳阳分土记》中又给了一个比较玄幻的猜测啊，这是用来镇邪的。大多数人认为铁枷的作用主要是用来镇压水中蛟龙的。蛟龙呢，在现代人的眼中是神话传说中的物种，是水族进化到龙的过渡。那神话传说当中呢，想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龙，就必先进化成蛟，等修炼成功呢，便可成为真龙。在古代人的认知当中，蛟龙并不是一种吉祥之物，更多是一种作恶多端的典型代表。那这个解释可信吗？唐朝时期啊，人们崇尚道教、佛教，当时的官方主张的是修建各种寺庙，封各种河神、湖神，人们进行相关的祭祀，以此种方式呢，保一方黎民百姓风调雨顺，国运昌盛。对于蛟龙这种作恶多端的生物而言呢，当时的人们认知当中，蛟龙喜欢燕子，害怕生铁，很多水患呢都是因为蛟龙作恶多端而起。所以人们为了避免水患的发生呢，黎民百姓受苦便请人制作了燕子状的生铁，一来吸引蛟龙呢，二来降服蛟龙。无独有偶呢，在宋朝的张世南的《官宦记》中也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。有一天，宋世南的外甥对他说，有一位来自江西益阳的渔夫呢，曾经在一个名为桃花的地方跳到水里，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长8尺，宽4尺5，大约有400多公斤重。它的两端呢，就像是一条尾巴，上面有一个洞，不是金属，也不是石头。他认为是一件宝物，所以就千方百计的将它带到了现实世界。最后它引发了一场超自然灾难，就发生了一场大火。于是众人赶紧将这玩意儿又搬了回去，却没想到这东西搬回去又再次着火了。最终呢，还是被送进了神庙里，才安然无恙的度过。当时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，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张世南当时就跟侄子说这玩意儿就和岳阳楼的铁枷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条河当中肯定有一条蛟龙在作祟，所以过去的古人就请了一位大能呢，许逊真人炼制了这个奇物，专门用来镇压蛟龙的。不过因为时间太久呢，这玩意儿在水中浸泡时间太长看起来并不像金属了。如果有人将它带到岸边呢，那就会有灾难，所以立刻把它扔回水里就好了。江西和湖南的距离很近，很多人都在水里找到一把燕尾铁枷。再加上这两个地方一直都有传闻有蛟龙作乱，所以许逊真人当时斩了蛟龙，降妖除魔。而洞庭湖中的燕尾铁枷呢，说不定真的是一件了不得的宝物。但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古人为什么要弄出这个东西来呢？有很多种解释。在《四库全书》中呢，有一篇关于龙的记载，里面就说龙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潜渊，物之至灵者也。换句话说，就是龙是一种拥有灵性的神物，而蛟龙呢，则是处于次要的存在。书中又说呢，龙头上呢有物如博山，名齿目。龙无齿目呢，不能升天。其为性粗猛而为铁爱玉，及清空而嗜烧燕肉，故常食燕者不可渡海。又言蛟龙为炼业五色丝，
故汉以来，继屈原者，以五色丝和潋滟覆之。翻译过来就是说，在这条龙的脑袋上有一种类似于薄衫的东西，也有一种叫法叫龙角。如果没有这个玩意儿呢，它就是一条蛟龙，不能够在天空中飞行。那么这条蛟龙呢，到底是什么性格呢？说它很粗野，很凶猛，可是它害怕铁器，而喜欢吃烧燕肉。如果古代人吃了那个燕子肉啊，就不能够坐船渡海了。蛟龙呢，也惧怕五色线和潋滟。自汉朝以来啊，人们在祭祀屈原的时候，都要用潋滟呢把粮食包起来，并用五色线呢绑在一起。这样一来呢，就不会有蛟龙来偷吃屈原的贡品了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蛟龙为什么要在水中作怪呢？带来洪水和巨浪呢？如果说龙的控制权在天空，那么蛟龙的控制权呢，就在江河湖海。在传说中呢，蛟是领地性很强的动物，它们会为了湖泊等领地的控制权而大打出手。强大的蛟能够享受到仙气飘飘的湖泊，这里有物产丰富，水波碧清。但弱小的蛟呢，就比较惨了，它们只能够在细小的池塘或河流中栖息。有的时候呢，有些落魄的蛟会攻击池塘中的鱼。如果真正遇到了捕鱼的渔夫呢，性情暴躁的他们会直接将渔船给掀翻，让渔民呢损失惨重。不过倒是没有听说过蛟吃人的故事。而渔民为了防止蛟龙出来祸害呢，都会将一只鳖呢放在鱼群里，这样呢蛟就不敢靠近。民间传说呢，蛟龙呢也会有机会化龙，俗称走蛟。它们需要从江河湖海中游到大海，在雷电暴风雨中呢腾跃九霄。若是能够承受这样的天雷焚身之苦呢，度过劫难，那这蛟呢就可能化作龙了。不过俗话说呢，蛟龙自带3尺浪，所以这一路上有可能会卷起千层巨浪，很容易就造成江河决堤，给人类带来洪灾。于是老百姓呢就会用各种方法来镇住它们，按照蛟龙喂铁洗砚的方法呢制作而来。所以砚为铁家呢，就是来镇蛟龙的，也算是合情合理。说到这里呢，有一些朋友也许会问这蛟龙说的跟真的似的，这不是古代人想象的东西吗？而我们现代人大多数都是从古籍上知道的，比如说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淮安国志》等典籍中呢，都有关于龙的记载。而《四库全书》呢，更像是一部古老的字典，用来解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，像是一部百科全书。当然了，龙和蛟龙与外星生物一样，目前呢，科学和技术呢，还没有发现它们存在的证据。另外呢，《本草纲目》中古代的医书中也有关于龙的记载。李时珍曾经专门记载龙口旁有虚染，下有明珠，既能变水又能变火，甚至连龙骨的用途还有分辨雌龙和雄龙的方法呢都说了一遍。他清楚地表明，在使用龙骨时呢，要顾及龙的性情和喜好。当龙骨被发现时，如果发现的骨头细纹路宽，那就是雌龙的骨头；骨头粗壮且纹路比较窄呢，那就是雄龙的骨头。而这龙骨的颜色呢，也各有不同。按照书籍上的说法呢，五色具者上白，黄色者中，黑色呢者下。但是在现代医学中呢，他们就称过去所说的龙骨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龙，它只是一种泛指，是古代的大象、犀牛或者是鹿的化石。最后，为什么越是到了近代，就越难看到龙或者是蛟的踪迹了呢？传说龙是至灵之物想要看到它呢，除了需要有纯净优美的环境可以让龙栖息呢，还需要用诚挚善良的心来感召它。那么这两者在现代呢，似乎是越来越难找到的。当然了，龙和蛟龙呢，目前还是没有被科学证实的生物，所以以上呢，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别忘了宇哥与小唐的视频是每3天更新一期哦。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，拜拜，拜拜。